聽我講，未睇兄弟，眼睇心，印中入邊睇子孫。唔係啩？又教我哋睇相，點睇啊？我話你知啦，胎兒生得靚，兄弟姊妹就和睦。嗱，古人係好相信相學呢樣嘢，認為可以通過一個人嘅五官睇到一個人嘅性格同埋運勢。咁好多人一聽到睇相就覺得係迷信，係咪？但係其實相由心生都多多少少有啲依據。例如話一個人經常愁眉苦臉，咁眼角就會向下生長，慢慢就形成一個苦瓜乾咁嘅面口啦。又例如話眉看兄弟，眼看心，咁到底點睇呢？大家可以一邊拎住塊鏡，一邊聽落去，睇下準唔準咯。咁喺相學入邊，眉毛代表嘅係兄弟宮，亦都叫做保壽宮。古人認為人嘅眉毛可以預示住人嘅脾氣之餘，仲有身心健康，亦都可以判斷手足親情嘅緣分，仲有人際關係咁話。咁古人認為眉形彎長，眉形嘅尾部延伸到眼以外，又細又長，呢一種眉形代表嘅係有志氣，性格溫和，為人處事都比較冷靜，兄弟姐妹感情亦都會好好嘅。所以古時候嘅人係傾向於柳葉眉，就係咁解啦。咁如果係眉形一高一低，即係平時我哋講嘅高低眉，咁呢一種面相嘅就意味住人喜怒無常，做事全憑自己嘅喜好嚟做嘅，係會自力更生嘅。不過同長輩親緣就麻麻地，兄弟手足亦都唔齊心，所以人際關係亦都好一般嘅。咁第三種就係眉毛短粗，古人認為呢一種眉形嘅人係喜怒無常，好容易同兄弟姐妹發生矛盾。第四種就係眉毛雜亂無形，古人認為呢一種眉形嘅人係好容易會發脾氣嘅，脾氣暴躁，好難相處，會為身邊嘅人帶嚟啲唔好嘅嘢咁話。咁第五種就係斷眉啦，即係眉毛中間斷開嘅。咁呢一種眉形嘅人好容易同兄弟姐妹因為各種嘅問題發生矛盾同分歧嘅。嗱，關於眉毛呢樣嘢喺《黃帝內經》裏面亦都有講到，美眉者，足太陽之脈，血氣多；惡眉者，血氣少。意思即係話眉毛濃密好睇，證明血氣足，唔係咁容易生病咁話。咁相反嗰啲眉毛生得唔係咁好睇，雜亂無章嗰種，代表嘅係血氣唔係咁好，好容易會生病啦。咁呢一個肯定係冇科學根據嘅，不過你又覺得準唔準呢吓？咁眼睇心又點睇呢？睇你對眼就知道你嘅心噶咯。唔係啩？咁靈強點睇啊？諗緊你哋睇左邊，講大話就睇右邊。正所謂眼睛係心靈之窗啊嘛，睇一個人對眼就可以反映到一個人嘅內心咁話。譬如話眼細嘅人比較敏銳，大眼嘅性格爽朗。咁如果眼仔碌碌嘅就比較天真無邪，眼窩比較圓凸嘅話就會好善變，眼窩凹陷就比較邪惡或者係為人好敏感啦。眼睛水汪汪嘅就比較痴情，眼角向下嘅話就好謹慎啦。咁當然呢個僅供參考，娛樂下大家嘅啫，唔好太過相信吓。不過喺心理學入邊，眼神同我哋嘅心理變化係有聯繫嘅。睇一個人嘅眼神就可以反映到佢嘅喜怒哀樂啦。譬如話當一個人諗緊嘢或者係回憶緊某樣嘢嘅時候，佢嘅眼神就會不自覺咁望向左邊。咁當一個人講緊大話嘅時候，佢就會不自覺咁望向右邊啦。咁平時可以留意下，睇下準唔準咯。咁如果一個人眼裏無光嘅話，講明佢近排可能遇到啲咩煩心嘅事，又或者佢本身就係一個好消極嘅人。如果呢個人眼神飄忽不定嘅，擦眉擦眼咁嘅樣嘅話，講嘢都望嚟望去嘅，方好人係咪？咁呢一個就係古人講嘅眉看兄弟，眼看心啦。我覺得依書直說咋，你認為準唔準呢？準嘅話，點翻個讚啦。咁人中入邊睇子孫又點睇啊？印中睇條亂，印中好就子孫滿堂。人中亦都叫做水溝穴壽堂子庭，咁就喺上唇上面正中呢個位置就為之人中啦。古人相學入邊認為人中此溝渠，即係代表長壽、有知識、有野心，會堅定自己嘅目標而奮鬥，係一個有理想、有抱負，唔係咁容易放棄嘅人。咁喺相學入邊呢一種係福相嚟嘅，咁所以古時候嘅人有人中闊達兒孫滿堂嘅講法。
咁人中裏面睇子孫，嗱你亦都可以理解為呢個子孫其實就係講一個人嘅身體狀況好唔好。咁一個人身體狀況好，自然係兒孫滿堂噶啦。嗱，當一個人冇意識嘅時候，咁喺危急關頭就會撳一個人嘅人中噶啦。咁呢一點就可以證明到人中其實關乎人嘅身體健康嘅。咁所以民間就有人中看子嗣嘅講法啦。咁呢一個就係古人講嘅眉看兄弟，眼看心，人中入邊看子孫啦。咁總嘅嚟講，其實通過眉毛啊、眼啊，又或者人中去判斷一個人嘅一生唔係咁合理啊。古人之所以會咁講，都係因為古時候嘅生活條件差，條件有限，條件落後，咁再加上封建社會各種嘅剝削，喺咁樣嘅情況之下，所以古人先至會將希望寄託喺個天嘅啫。咁喺現代社會翻身嘅機會咁多，如果將一個人富唔富貴、有唔有錢同命運運氣扯上關係，呢一個只不過係懦弱嘅表現嚟嘅啫。所以千祈唔好將自己嘅命運寄託喺掌上方面啊！當茶餘飯後娛樂下大家，吹下水就好啦。我命由我不由天啊嘛，係咪？咁好啦，今期暫時分享住咁多，到最後想問下大家，你認為準唔準呢？你嘅人中深唔深嘅呢？又有冇講中你嘅呢？有嘅話留言，我哋下期再見。